穿越斗罗觉醒神级武魂修罗魔剑，因天赋出众被皇家学院收入其中。然而我不问世事，只为专心修炼。5年后，我脚踏10万年魂兽返回学院，恰好碰到前来任教的史莱克众人，看我如何虐唐三，打脸史莱克。此时的天斗皇家学院内，前来此地任教的史莱克学院众人正在讨论此地的环境与修炼设备。可突然间，原本蔚蓝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。宁荣荣见状，指向天空中的苍龙，略显激动，只因他以前听爸爸提起过苍龙武魂，说这种兽武魂的魂师，甚至与蓝电霸王龙武魂有过之而不及呢。弗兰德院长则是看向身旁的玉小刚，小刚，你听说过苍龙武魂吗？作为斗罗大陆的智者，玉小刚从小便热爱研究武魂与魂兽，更是先后创造出武魂10大核心理论以及武魂10大核心竞争等等著作。此时他看着天空中的苍龙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以前倒是听说过，据说这种武魂极为稀少，就是不知道此人是何境界。这时我从苍龙头顶跳了下来，看着面前的众人，我心中冷笑，5年了，看来我回来的还算准时。就在这时，宁荣荣快步走了过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刚刚的那条苍龙是武魂吗？然而我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反而径直朝着教委会的方向走去，准备去和3位教委叙旧。可被无视的宁荣荣瞬间愤怒，没听到我在和你说话吗？你们天斗皇家学院的人也太没有礼貌了吧。闻言我停下了脚步，我说这是10万年魂兽，你相信吗？听到这句话，宁荣荣当即发出戏谑的声音，我说你是糊涂了吗？还10万年魂兽，你怎么不说自己是封号斗罗强者呢？然而我没有继续理会小公主宁荣荣，就在我刚准备离开这里时，突然听到戴沐白略有讽刺的声音，天斗皇家学院的学生还真是有意思，实力不怎么样，脾气倒挺大。其余史莱克弟子也都没有说话，他们甚至觉得戴老大的这几句话没什么问题，毕竟他们史莱克从开院以来就流传一句话，不会惹事的魂师不是好魂师。而恰好就是在弗兰德院长的熏陶之下，史莱克学院弟子们就养成了这种只欺负比自己弱的性格。至于遇到那些比自己强大的人，他们大多数都会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样子。此刻我饶有兴趣地看向戴沐白，这么说来，你们想要和我切磋一番了？戴沐白活动了一下自己的筋骨，怎么？要是害怕的话，可以选择投降，投降并不丢人，不然等会儿被我打成猪头，可别哭着喊着去找老师。刚才教训雪崩的时候，他就没感觉到过瘾，如今来了个实力，看样子还算不错的，准备试一试我有几斤几两。而我同样被戴沐白的这句话逗笑，还真是有什么老师就有什么弟子，这脾气和弗兰德还真是相似呢。就在这时，留着哥哥头的唐三走了出来，戴老大，这回让我来吧。他很想试一试天斗皇家学院弟子的实力，而且也趁着机会好好宣传一下史莱克学院。戴沐白见状，拍了拍唐三的肩膀，示意他将我打成一个猪头，不仅要拿我来杀鸡儆猴，还要好好压压皇家学院嚣张的气焰。闻言，唐三点了点头，掌心之中升起一根紫蓝色的蓝银草。与此同时，3道最佳魂环也攀升而起。皇子，我看了眼面前摆出攻击姿势的唐三，心中不由得产生一丝厌恶，只因前世我就非常厌恶他的所作所为。唐三杀魂兽就是替天行道，别人杀魂兽就是罪大恶极，这简直就是妥妥的双标狗啊！突然间，唐三朝着我的位置爆射冲来，我见状挥出拳头向着他的脸颊打了过去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唐三犹如断了线的风筝般重重的撞击在地面。看到倒地不起并如同猪头般的唐三，所有人全部呆愣在原地，只有小武一人迅速扑到唐三的位置。当他看到哥哥的中分头都被打乱时，整个人瞬间崩溃哭了出来。弗兰德院长见状蹙紧了眉头，这位朋友，你下手也太重了吧，是你们挑衅在先，我不过是帮你们出手教训教训弟子，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？弗兰德顿时被对得哑口无言，毕竟刚才的确是史莱克弟子们挑衅在先，被反打也是理所当然。但是唐三毕竟还有另外一层的身份，那就是当今最年轻封号斗罗唐昊的亲生儿子，难道对方就不怕唐昊前来报复吗？就在这时，唐三的老师迈步走了过来，这位朋友，我是史莱克学院的老师，世人都称呼我为大师，以阁下的修为应该也听说过我吧。闻言，我毫不犹豫的一脚踢在玉小刚的肚子上，猝不及防的玉小刚如炮弹般倒飞而出，整个人也重重的摔在地面上。听说过你，不过世人都传你只是一个废物。玉小刚被气得浑身颤抖，冷汗直流，只因他已经达到了29级大魂师境界，可在我这蓄力一脚之下，依旧有种魂归阴虚的感觉。弗兰德院长眼见自己的好兄弟被打，身上的7道魂环突兀而出，黄紫紫，嘿嘿嘿，我倒想看看你这不过20岁的娃娃能不能抵挡住我魂圣强者的攻击。闻言我淡然一笑，区7个魂环，又何必自取灭亡呢？既然如此，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吧。语音刚落，涌动的魂力犹如惊涛骇浪般朝着四周扩散而出。与此同时，9个魂环悄然出现在我的身上，紫紫黑黑黑黑黑红红。当看到我身体周围浮现出的9道魂环时，弗兰德踉跄的向后退了2步。你竟然是封号斗罗！他不敢相信眼前不过20岁的年轻人，竟然是斗罗大陆中呼风唤雨的封号斗罗强者。就连一旁的玉小刚，身体也在此刻止不住的颤抖，竟然真的是封号斗罗。此时，当我的身体浮现出9道魂环时，史莱克学院的众人纷纷为之颤抖。他们从未想过，在我这个年龄段，竟然会突破封号斗罗境界，更没有想过今日会这么巧让自己碰到。就在这时，皇家学院的3位教委闻讯赶来，此刻他们3人纷纷投来惊诧的目光，而梦神机首席率先走了过来。你是林渊老师吗？闻言，我收回了自己的武魂。3位教委，一别多年，你们还好吗？
此刻白宝山心中一怔，真的是你？他不敢相信当初离开学院的林渊不过魂帝境界，这才短短的5年时间，竟然已经突破到封号斗罗强者了。见状，志玲也笑着走上前来，好小子，我们果然没有看错你，这要是给你足够的时间，突破99级也是有很大的机会的。这时孟神机用余光看向史莱克学院众人，林老师，你们这是？闻言我如实回答，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小插曲，已经解决了。白宝山见状想要将史莱克学院弟子赶出去，可意外看到了同为皇家学院的老师秦明也在其中。在了解事情的全部过程后，孟神机首席面带微笑看向弗兰德院长，这次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，就是不知道史莱克学院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闻言，弗兰德院长朝着我鞠躬行礼，晚辈弗兰德为刚刚的事情为林渊冕下道歉。然而我并没有理会弗兰德院长的道歉，反而看向了一旁的玉小刚。玉小刚见状连忙撸起袖子朝着唐三拍了过去，随着几巴掌下去，唐三果然从昏迷中醒来，可没等他发脾气，便被玉小刚拉过来向我道歉。唐三，快给林渊冕下道歉。闻言，唐三咬紧牙关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不情不愿地向我深深鞠躬，对不起林渊冕下，刚刚是晚辈唐三失敬了。闻言，我冷漠地看了眼唐三，没有任何肢体上的回应。看到我对自己爱答不理，唐三此刻的表情极为难看。弗兰德院长见状连忙按住唐三的肩膀，并立马打了个圆场。就在他想要说些什么时，店外的方向突然传来中气十足的声音，听说我天斗皇家学院来了客人，孟神机首席也没说邀请本王一同招待。闻言，孟神机上前微微躬身，亲王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而血腥亲王则是露出戏谑的笑容，孟神机首席，你应该明白我天斗皇家学院的地位与影响力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合作的。听到血腥亲王的这番话，弗兰德院长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。我知道了，既然天斗皇家学院不愿意收留我们史莱克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指向了人群中的小五，其他人可以离开，唯独他不行。闻言，弗兰德院长皱起眉头，林渊冕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小五乃是我们史莱克弟子，为何要让他留在这里？就连一旁的孟神机也忍不住出言发问。林老师，虽然史莱克弟子没办法加入我天斗皇家学院，那也不至于扣押他们的弟子吧？这要是传出去的话，我们天斗皇家学院岂不要被天下人耻笑？我则是淡然的笑了笑。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不妨去问问你的那位弟子，如果他只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，我为什么要抓他？但如果他是一只化为人形的魂兽，我就有充分的理由将他拿下。此言一出，弗兰德院长猛地回身看向小五，史莱克学院众人也都流露出了极其惊骇的神色。小五竟然是10万年魂兽，这怎么可能？此时一旁玉小刚的表情也是十分难看，他当然清楚10万年魂兽意味着什么，那可是行走的10万年魂环和魂骨啊！要知道整个斗罗大陆的10万年魂兽都极为珍贵，哪怕是魂兽纵横的星斗大森林，拥有的10万年魂兽也不过是凤毛麟角。当初他要是知道小五是10万年魂兽，玉小刚绝不可能带着他来到天斗帝国。这时唐三顶着红肿的脸上前一步，林渊，你要是敢动小五，我唐三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意识到我已经动了杀心，弗兰德院长立马捂住唐三的嘴巴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，还请林渊冕下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唐三吧。闻言，我眯起眼睛看向了小五，我奉劝你最好老实一点，不然的话，你应该明白封号斗罗强者的实力，况且你也不想自己的三哥因为你而死吧。闻言，小五的身体明显颤抖了2下，泪水也在眼中疯狂打转，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会直接哭出来。玉小刚见状紧握了拳头，林渊前辈，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些误会啊？而且小五是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弟子，就算他是10万年魂兽，是不是也要让我们处理？闻言，我冷哼一声，这么说来，史莱克学院这是勾结10万年魂兽了。我记得斗罗大陆中有一个规矩，凡是勾结魂兽的势力与学院都要被处死。身为智者的大师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听到我的这些话，玉小刚的表情瞬间被吓得惨白。古往今来，魂兽与人类几乎都是不死不休的地步，每次相遇通常都会免不了一场战斗，因此古人对魂兽极为憎恨，便制定了人类与魂兽的规矩，凡是勾结魂兽的学院亦或者是帝国，都将面临严厉的惩戒。哪怕是武魂殿这种顶级势力，至今为止也没有私藏一只10万年魂兽。这时我迈步走了过来，所以你认为史莱克学院勾结了魂兽不成？玉小刚咬紧牙关的看了眼挣扎的唐三以及史莱克学院的其他弟子，如果他同意了这件事情，那么史莱克学院的弟子们都将面临灭顶之灾。林渊冕下，这件事情虽说我们史莱克学院欠考虑，但毕竟小五是史莱克的弟子，而且唐三的父亲是你惹不起的存在。突然啪的一声巨响，玉小刚被我一巴掌给扇飞了出去，下一刻整个人便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见到自己最好的朋友被打，弗兰德院长当即释放出自己的猫鹰武魂。林渊冕下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今日就让我们史莱克学院的老师们领教封号斗罗强者的实力吧。而且在今日结束后，我们会第一时间寻找那个人，到时候定要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对此我却只是淡然一笑，因为他口中的那个神秘人自然就是封号斗罗唐昊，也就是唐三的亲生父亲。随后我直接无视了他的威胁，那好吧，你们一起上吧，本座闭关修炼多年，好久没有动过手了，今天就陪你玩会。然而就在我刚打算释放出自己武魂的同时，耳边突然传来玉小刚的呼唤声，住手住手。语音刚落，玉小刚立马拦住想要动手的弗兰德院长。弗兰德，你不要命了吗？对方可是一名封号斗罗，你想死的话别带上孩子们。闻言，弗兰德咬牙切齿地握紧了拳头。小刚，我不能让史莱克学院蒙尘，
而玉小刚却叹了口气：“封号斗罗岂是你所能抗衡的？就算我们这些老家伙不怕死，难不成还要让孩子们跟着我们一起去死吗？”说完，玉小刚朝着梦神机首席鞠躬行礼：“今日之事就此作罢，多谢3位前辈的热情款待，后会有期。”见状，梦神机首席神色凝重：“林老师，这件事情就没有商量的可能性吗？”闻言，我摇了摇头：“勾结魂兽，理当将史莱克学院弟子们全部处死。鉴于他们不知道魂兽的信息可以放我，但不得继续留在天斗皇家学院，免得坏了我们帝国的名声。”梦神机首席眼见如此，只能叹息一声：“弗兰德院长，今日之事也有老夫一半的责任。如今事情已经发生，也只能就此作罢了。”然而弗兰德院长没有说话，而是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这里。唐三想要将小五一同带走，可于小刚立马把他拦住：“小三，你给我冷静一点，封号斗罗根本不是你能够抗衡的，别找死了！”闻言，唐三对着我声嘶竭力的怒吼：“我唐三与你们天斗皇家学院不死不休！”玉小刚见状，立马将唐三打昏了过去。如果再让唐三这样说下去的话，恐怕就算林渊不动手，梦神机首席3人也会直接动手。之后看着史莱克学院众人们离开的方向，梦神机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事到如此，就算他说再多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单论勾结10万年魂兽这件事情，就已经能够让史莱克学院身败名裂了。”就在这时，秦明向梦神机表达了辞呈，他觉得皇家学院这么瞧不起他们史莱克学院的人，那么他又有何脸面继续留在这里？梦神机本想再说些什么，但秦明却已经转身离开了天斗皇家学院。见状，梦神机转头看向了我：“林渊老师，接下来就由你带领黄斗战队吧。”闻言，我没有拒绝，直接答应了下来。毕竟自己已经突破到封号斗罗境界，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如履薄冰的专心修炼了。现在要争取在生活当中提升自己的修为。想到此处，我抓起小五的肩膀，瞬间消失在了原地。不久后，天斗皇家学院某处静谧的庭院内，我将小五随意的扔到一旁，并且在他的身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只要自己一个念头，他便会立刻爆体而亡。小五见状，泪眼婆娑的祈求：“前辈，求求您放过我吧，我真的不能离开史莱克学院。”闻言，我冷哼一声：“我最好提醒你一句，如今你10万年魂兽的消息已经暴露，不出半日，整个天斗帝国的强者都会有所耳闻。到时候你真以为自己离开了这里，就能够返回史莱克不成？”此言一出，小五瞬间被吓得瘫坐在地上。他似乎已经看到自己成为人类魂环的那一刻。对他而言，如果是碰到了马上突破到封号斗罗的强者还算好说，但如果碰到不论那种魂宗的家伙，想必第一件事情就是杀了他，获取魂环与魂骨。最终小五只能接受现实，日后你便留在这里吧，修炼这方面我不会干涉，并且你们魂兽并不需要猎杀同类来获取魂环，也就不用冒险前往魂兽森林了。只要你乖乖的听话，那些酷刑自然不会用在你的身上。但如果你想要逃跑，那就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闻言，小五卑微的点了点头，努力的不让自己的泪水流出来。我知道了，多谢免下不杀之恩。在将小五的事情处理好以后，一道湛蓝色的基本信息悄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：姓名林元，魂力93级封号斗罗，武魂修罗魔剑，魂环紫紫黑黑黑黑黑红红，魂骨满，领域杀神领域修罗领域。看着自己的基本信息，我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，就连杀神领域也是几年前莅临杀戮之都时候获得的。这时我将右手向前摊开，一条只有巴掌大小的小蛇瞬间来到庭院，随着我的意念涌动，小蛇受到某种能量的牵引，瞬间变大。在小五惊诧的目光中，小蛇很快便成为了一条巨大苍龙。这是10万年魂兽。闻言，我淡然一笑：不用紧张，这不过是我的坐骑。此地有我设下的阵法，平常魂师没办法进入，自当能够保护你的生命安全。但如果你离开的话，后果你自己承担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。不久后，我看了眼不远处的落日森林，决定去独孤博药园将里面的草药带回来。原著中的史莱克弟子就是依靠草药才能够修为大涨，如果没有这些仙品草药，就凭借史莱克弟子的天赋，自然不可能在全大陆高级魂师精英大赛拔得头筹，更不可能在未来突破100级，成为封号斗罗境界的强者。凭借空气中传来的毒气指引，很快我来到了处充满瘴气的山谷外。然而就在我准备踏入此地之时，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突然从不远处响起：我要是你的话，就不会随随便便的进入别人的领地。闻言，我停下脚步，毒斗罗还真是灵敏，本座还未踏入此地，就能够察觉到我的气息。不过为了能恶心史莱克学院众人，我还是选择和声和气的语气沟通。早就听说独孤博先生向来喜欢种植草药，本座此番前来是想要采摘几株，当然了，价钱这方面你随便提，只要本座能拿出来，自然不会拒绝。听到这句话，独孤博当即冷哼一声：你想要这里的草药没问题，只要你将10万年魂兽送给我，这里的草药你随便拿。这么说来，独孤博先生是不打算正常交易了。此刻独孤博一脚狠狠地踏在地面，象征着封号斗罗的9道魂环瞬间出现，同时一条大蛇的虚影也随之现身在他的身后。小子，如果你不愿意交出10万年魂兽的话，那就离开这里吧，不然的话，你应该明白我独孤博的手段。见状，我轻蔑一笑：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本座今日就领教91级的毒斗罗实力究竟如何吧。随着我的声音落下，刹那间独孤博眼前的景色瞬间发生变化。刚刚还在落日森林的自己，此时竟身处在一片血海当中。见此情形，独孤博脸色一沉：可恶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的武魂领域，这么多年来我还从未对其他人使用过，你能够体验一下，也是你的荣幸。说完，我踏着血海一步一步向他走来。此时的独孤博不敢怠慢，当即释放出自己的第7魂技武魂真身。对此我却是笑而不语，手指微动间便释放了第5魂技修罗血刃。未等独孤博率先发动攻击，
一柄血刃如惊鸿般朝着独孤博的位置射去。独孤博见状立刻向后躲闪，然而这把血刃一个掉头再次追踪。见状，独孤博不由在心里咒骂：该死的，这把血刃只会消耗我的体力，必须找机会接近这个家伙才可以。随着他的心念一动，第三魂技再次释放，碧灵迷魂阵。瞬间他的周身爆发出一股浓郁的绿色迷雾，拦下了攻击。没等他松一口气，我一个闪身来到独孤博的面前，接着爆发出了强大的气场。紫紫黑黑黑黑黑红红的魂环正盘踞在我的身上。毒斗罗，猫抓老鼠的游戏到此为止吧。见状，独孤博的脸上逐渐绝望。你竟然拥有10万年魂环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则是淡淡开口，本座名为灵元，封号修罗。此时的独孤博终于认清了实力的差距，为了活下去，他主动低下了头。你自己进去吧，到时候我会亲自去找你。这里的毒物是我留下来的，以你封号斗罗的实力不会受到影响。闻言，我点了点头，解开了武魂领域后，便朝着山谷的方向走去。在获得一些草药后，我便重新回到了天斗皇家学院。先前在我的安排下，我的血煞苍龙负责给我的学生教学，而此刻的叶灵灵几人全都因为魂力耗尽昏迷不醒。这时苍龙连忙向我汇报情况：主人，您先前让我替您完成教学，在我的威压和观察下，这几个孩子还真有几分魄力，并且他们的魂力都提升了1级。尤其那个小姑娘，她的武魂真是有趣，能够瞬间让自己的伙伴恢复到最佳的状态，哪怕是身受重伤，只要她想就能够恢复完好如初。回想起叶灵灵的武魂是九星海棠，我打算将她收为弟子，或许她将来成长起来还真能够帮助自己。想到此处，我让血煞苍龙化为人形，让其将这些孩子送回学院宿舍内，而自己则是带着叶灵灵回到了庭院。在我修炼没多久后，小五轻轻地敲响了我的房门，告诉我叶灵灵已经醒了。见状，我来到了小五的房间，直奔主题。叶灵灵，本座此生还没有一个弟子，有没有兴趣成为本座的亲传弟子？闻言，叶灵灵和小五瞬间呆愣在原地。封号斗罗收徒，还是治疗系弟子？这说出去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吧。想到此处，叶灵灵试探性的开口：林老师，您真的愿意收我为徒吗？看到我露出高深莫测的微笑，他瞬间意识到了机会只有一次，因此叶灵灵当即跪了下去。弟子叶灵灵拜见师傅。说完，他便行3叩9拜礼。见状，我爽朗一笑：好好好，我林渊此生从未收过一个弟子，从今以后你便是本座的亲传弟子。叶灵灵则是重重的点头，接着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：老师，弟子不明白您为何要收我这个治疗系魂师为徒？以您的实力，那些天赋异禀的强攻系应该最适合呀。见状，我耐心的向他进行解释：灵灵，你真的以为自己九星海棠是治疗系武魂吗？你记住，单论治疗能力，你就能够称得上是斗罗大陆最强的辅助系武魂，而且九星海棠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般不堪。如果你能够突破封号斗罗境界，随便释放出的武魂便能够让百万大军瞬间恢复巅峰，真正做到不死不灭的存在。听到这么一顿讲解，叶灵灵有些诧异的看着自己的双手。这时我看出他心中的焦虑，于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：放心吧，既然你成为了我的弟子，我林渊自然不会袖手旁观，日后你就知道了。从今天以后，你就生活在这里，和小五一同修炼，遇到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，不要自己随意猜想。闻言，叶灵灵看向了小五：师傅，她是我师姐吗？小五害怕被我责怪，也是赶忙解释清楚：你别误会，我是前辈的侍女，专门负责侍奉前辈的。此刻叶灵灵满脸的好奇，看对方的样子，好像是史莱克学院的弟子，不过以老师的实力，还需要其他人侍奉吗？压下心头的疑问，他默默地离开了庭院。而看着叶灵灵离开的背影，小五也耐不住心中的好奇，提问：冕下，您为何要收治疗系魂师为弟子？就算您喜欢辅助系魂师，那宁荣荣的7宝琉璃塔要比九星海棠还要强大了。对此我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。九星海棠整个斗罗大陆拥有者不过2个人，而7宝琉璃塔却有几百个人。论珍贵，九星海棠超出7宝琉璃宗不知多少个阶。还有九星海棠作为全体范围性的治疗，如果叶灵灵能百级成神，甚至能够将死去的神复活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这只笨兔子，而是静坐着看书。可就在这时，我似乎感觉到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，旋即整个人瞬间出现在了落日森林当中。既然来了就出来吧，堂堂封号斗罗强者也想要以这种方式偷袭，还真是让人嗤笑呢。随着我的声音落下，一名身着黑色长袍的老者凭空出现在此地。看清楚眼前之人后，我嗤笑了一声，看来还真是不离不弃呢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在这里惦记本座的肉身对吧？闻言，黑袍老者眸子中流露出寒芒之色。林元，同为封号斗罗强者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愿意随我返回杀戮之都，我能够保证你安然无恙，否则你应该明白杀戮之都的手段如何。呵呵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杀戮之王的执念还是这么深啊，真以为自己依靠别人的身体就能突破100级吗？见我不可就范，黑袍老者当即释放武魂，瞬间一头弥漫着黑色雾气的狮子出现在了他的身后，同时象征着封号斗罗强者的魂环浮现。黄黄紫紫紫黑黑黑黑，今日就让你魂飞魄散，永生永世不得超生。第8魂技，狮虎碎天地。误如其来的一声兽吼响彻苍穹，一道强大的音波飞速朝着我面门打来。见状，我轻挥衣袖，特殊的魂力幻化的屏障，完美的将面前的狮吼全部抵挡在面前。如果这就是你全部的实力，那别想活着离开这里了。语音刚落，我一步踏出，整整9个魂环悄然浮现在身上，手中的修罗魔剑也渐渐凝实。死了以后，替我向杀戮之王问好。随着我的一剑挥出，天地间升腾起一朵绚丽的蘑菇云，周围的一切也全都化为了飞灰。叮咚，恭喜宿主击杀1名封号斗罗，触发武魂奖励，奖励宿主修为提升1级。看着突然弹出来的系统信息，我不禁在心中诧异，没想到击杀封号斗罗竟然能够提升魂力，这就是神级武魂修罗魔剑的威慑力吗？看来这修罗魔剑武器的奖励果然名不虚传。在收起了系统之后，我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了这里。至于杀戮之都，等日后有时间在秋后算账吧。然而当我回到天斗皇家学院，却看到独孤博正静静等候着自己，只因上次我答应过他，
只要将他要源的草药给我，我就能够治疗好他和他孙女身上的剧毒。只见独孤博将魂导器递了过来，林渊，你还记得当初答应过我的事情吗？闻言，我接过魂导器，随手从怀中拿出了一枚蓝色药丸。当然记得，这枚药丸能够解开你体内的毒素，不过介于你毒素来源于武魂，如果全部都剥离出去，反而会对你产生危害。等到你控制住体内的毒素以后，你只需要将体内的毒注入在头部魂骨中就可以了。这时独孤博有些怀疑的看了看药丸，这么简单吗？为此我则是随意的说道，就这么简单。不过本座目前手里只有3枚蓝色小药丸，你要是不怕浪费的话，完全可以找个小白鼠充当试验品。闻言，独孤博的内心有些纠结，他向来都是不相信任何一个人，但想到这是自己唯一能够活下去的机会，如果错过的话，就真的没有回头之地了。见我这般信誓旦旦的样子，他当即将这枚蓝色小药丸放入口中，同时盘膝而坐，调转体内的魂力。没过多久，独孤博缓缓睁开了双眼，此刻他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自己的手掌，居然是真的。见状，我在一旁提醒，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不出3日的时间，就能够将体内的毒素完美的融入魂骨之内。就在独孤博百思不得其解的同时，叶玲玲开心的从庭院外跑了进来，老师，我魂力突破40级了。但当叶玲玲看到独孤博的时候，立马朝着后者鞠躬行礼。见过独斗罗冕下，独孤博打量了一番眼前的女孩，随后有些好奇的开口，你是燕燕的同学叶玲玲吗？是的，独孤冕下。闻言，独孤博有些诧异，上次见面的时候，叶玲玲也不过区37级魂尊，这才过去多久，她居然就已经突破到40级魂宗了？哪怕是自己的亲孙女，也不过才43级，这都还是在自己的帮助下才达到的，难不成这一切都是林渊的功劳不成？就在独孤博思索之时，叶玲玲开始向我汇报，老师，在苍龙前辈的帮助下，奥斯罗几人也都突破40级了，我们现在只需要前往星斗大森林获取魂环，就能够直接突破魂宗境界了。听到奥斯罗都突破了，独孤博彻底绷不住了。叶玲玲，你确定你没开玩笑吗？见对方点了点头，独孤博在心中开始盘算，当初就应该劝导燕燕重新返回天斗皇家学院，和玉天恒在一起能有什么出息？况且史莱克的教学水平怎么可能比得过林渊？不行，我得想个点子让燕燕回来。想到此处，他连忙拿走另一颗药丸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。这时我看向了叶玲玲，你去通知奥斯罗，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，明日一早我们前往星斗大森林猎杀魂兽。星斗大森林不比落日森林，那里面危机重重，随时都有可能冲出万年魂兽，要是你们遇到危险了，老师还能够帮你们解决一下。在告别叶玲玲之后，我又将小舞给喊了过来，小兔子，明日你也随本座前往星斗大森林。此言一出，小舞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林渊冕下想要让自己也前往星斗大森林，难道就不怕我趁这机会逃跑吗？想到此处，他小声的询问，前辈，您真确定要让我陪您一起去吗？听出小舞的言外之意，我露出了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，你不用有什么小心思，别说是森林之王泰坦巨人了，就算是森林帝皇天青牛蟒我都不放在眼里，你若是不想让他们因你而死，就不要在我面前耍什么小心思。另外你也不想唐三死无葬身之地吧？此言一出，小舞脸色瞬间煞白，我错了，我明白了。翌日清晨的星斗大森林中，我带着众学员们来到了森林深处，为了培养出他们自力更生的能力，我停下脚步看向众人，按照你们正常所学的知识去寻找魂兽，期间不要惊扰此地的万年魂兽。众学员连忙点头答应，然后跟着小舞一同寻找魂兽信息。这时我又将人形态的血煞苍龙给放了出来。主人，那只10万年魂兽你打算怎么处理？难道就一直留在身边吗？闻言我看了眼自己的手掌，我的武魂目前只有一个，如果后续能够诞生出另外一个武魂的话，或许我才会亲自取走他的魂环。血煞苍龙有些听不明白，什么叫做另外一个武魂？难不成主人的修罗剑武魂还能够发生变异，从而诞生出其他武魂不成？想不清楚的他直接换了个话题，主人，要不要我也跟着这群孩子们？这里可是星斗大森林，到处都是能置其于死地的魂兽，稍有不慎可能就真的一命呜呼了。我则是轻轻的摆了摆手，不用，以我的精神力在此地笼罩，凡是万年的魂兽都会被我驱逐出去，留下来的都是适合他们的魂兽。说完，我盘膝而坐，感受着学员们的情况。而此时的众人已经走进了一处充满浓雾的丛林。叶玲玲作为全队中唯一的治疗系魂师，有她在这里，即使他们全部身受重伤，也能够在一瞬间恢复满血状态。正当他们准备猎杀一只3000年魂兽时，突然草丛传来一阵沙沙作响的声音。奥斯罗几人立马打起12分精神，小舞却在这时打算用手指戳一戳地面，想要呼唤泰坦巨人来这里拯救自己。然而就在他即将这么做时，突然脑海中想起了我的警告，这下的他连忙将手给收了回去。如果二明真的来了，很有可能会被林渊击杀，而且林渊还有一只30万年修为的血煞苍龙，争斗起来二明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我与苍龙看在眼里。主人，看来他还算有点头脑，如果真的把泰坦巨人叫到这里的话，击杀他也不过是动动手指罢了，我是否可以给他点教训，长长记性啊？闻言我摇了摇头，不用了，这次就算了。眼下我想给玲玲物色一只万年的治疗系魂兽。听到这句话，苍龙倒吸一口冷气，主人，给玲玲寻找一只万年魂兽，您确定没有在这里和我开玩笑吗？难道您就不怕万年魂环带来的冲击，直接让叶玲玲变成白痴吗？苍龙的言论并非没有道理，在斗罗大陆之中，越级吸收魂环本就是一个大忌。原著中唐三的身体是经过烈火性胶书和八角玄冰草的改良，才能够勉强承受住万年魂环的冲击，可叶玲玲什么草药和冰火两仪眼都没有，根本不可能完成。
然而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，我却早已有了应对之策。苍龙目前虽然没有仙品草药能够帮助他，但不代表我的修罗神念不可以。眼下我已将物色好的魂兽坐标传给你了，你抓住后直接送到叶灵灵的面前吧。听到这句话后，苍龙直接出发，很快便将一只伤痕累累的万年魂兽扔到叶灵灵的脚下。这只魂兽我已经控制住了4肢，不会有任何麻烦，你可以直接将其斩杀，获得它的魂环。闻言，叶灵灵顿时紧张不已，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万年魂环，黑色的魂环带来的压迫感让他有种心跳加速的感觉。在拿出匕首一刀将其毙命后，叶灵灵直接盘膝而坐，开始吸引魂环附着在自己的武魂之上，并等待魂环冲击带来的疼痛感觉。可过了良久，他都没有感觉到武魂被撕裂的疼痛，不仅什么事都没有，反而还无比轻松。见状，叶灵灵的心中顿时惊讶不止，难道是老师在帮助我？而此时的另一边，我将手指搭在虚空之中，同时源源不断的能量也都注入在叶灵灵的体内。不多时，叶灵灵的气息逐渐平稳，就连先前暴动的魂环也在此时恢复平静的样子。这说明他已经成功吸收了这道万年魂环。就在叶灵灵稳定魂力的时刻，突然树林中走来了2男1女。奥斯罗等人见状，立刻挡在叶灵灵身前。你们是什么人？闻言，邪月微微一笑，别紧张，我们这次是专门来这里猎杀魂兽的。碰巧看到有魂宗吸收万年魂环，就想停下来观摩观摩。我叫邪月，这是我的妹妹胡列娜。另一位是燕。看着对方的着装，奥斯罗心思缜密地推理了一番。这位朋友，你们就是武魂殿的黄金一代吧？闻言，邪月则是微微一笑，没错，不愧是天斗皇家学院的弟子，果然聪明，能教出你们这些天才。想必你们的老师也是个奇才吧？说完，邪月的目光在人群中回荡，似乎想要找到有关于天斗皇家学院老师的信息，而且他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了起来，并正在与他心意相通的胡列娜进行传音。距离全大陆高级魂师精英大赛还有1年多的时间，眼前天斗皇家学院的弟子应该也是其中的一对。如此年轻就全部突破魂宗境界，而且还拥有万年魂环，若是放任下去的话，恐怕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而且教皇冕下已经提前说了，如果我们赢下比赛，就为我们准备魂骨，所以任何威胁到我们的人都不能活着前往武魂殿。胡列娜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，三人也开始慢慢地向前靠近。见状，奥斯罗当即摆好了战斗架势。你们想要干什么？难不成你们想要对我们天斗皇家学院动手不成？闻言，舔狗燕笑着活动了筋骨。不用担心，我们动手向来都比较快的。